大家好，这是徐日梦啊。今天继续黄金法典的第2期。上期呢，我们说到与我们相接壤的同教兄弟啊，卡斯蒂利亚被法兰西王国打了一顿。现在呢是法兰西的朝贡国了，由法兰西保障独立。虽说呢，我拉来英格兰的盟友，卡斯蒂利亚拉来宗主国法兰西，我们的实力啊完全不次于他们。但是这样的战争啊，代价太大了啊，不值得啊！再说了，我们可是同教好兄弟啊，不考虑了。再来看南方的这个伊什比利耶被卡斯蒂利亚打了一顿啊，现在是他们的朝贡国了，加上自身啊还有好几家的这个穆斯林盟友啊，实力非常强劲，下不了手。而东南的穆斯林们又相互结盟互保，依然无处下手。哎呀，想来呢，今年我也61岁了啊。就算有合适的机会，也应该放一放啊，该打打基础，为交接做准备了。首先安排婚姻啊，有一位叫做这个让地勒的犹太人啊，今年49岁，管理能力非常优秀啊，那结婚吧，搭伙过日子得了，对吧？俩人眼看着都活不了几天了，说不定等会儿就死了。好，钱攒够了，建设农场与根。行，死了这样一个脆生啊，享年61岁，也算是长寿了啊。总之呢，新王上位了，贝伦格尔与利摩日女伯爵所生双胞胎中的弟弟拉门上位了，今年30岁整，能力非常次。订婚对象呢是来自加洛林小姑娘啊，能力也比较差，但是今年才14岁啊，还有上升的空间，未来可期。安顿好之后，出海前往梵蒂冈朝圣，面见教皇。目前的冷战局势啊，如果能够得到教皇的支持啊，破局一定更顺利一些。可惜啊，这个到了梵蒂冈之后啊，因为不够虔诚，教皇选择闭门不见。回到巴塞罗那之后啊，这个订婚妻子16岁啊，成年了啊，这个2人结婚，彩礼收了190块钱。哎，好，那就用这笔钱继续前往科隆朝圣。教皇迟早会认可我的虔诚和仁慈啊！路上碰到个乞丐，哎，怎么路上还有人行乞的呀？一身味还敢碰我的衣服！哎，主管，快给他捅死！哎呀，不要挡了我仁慈虔诚的朝圣路。食物变质，找当地人抢点不得了吗？怎么还要问我的？救济院，这里呢有一位医师啊，他在救济院救济穷人。啊，那穷人有什么好救济的？你这么有能耐，你来我宫廷做宫廷医师好了呀。穷人啊，让他们死吧。哎，怎么又有农民？哎，叫这些贱民滚远点。很快，旅队到达了科隆啊，原以为这里的大主教能够亲切的接见我，顺便给教皇写个信啊，说我很仁慈什么的。哎呀，没想到，在我一字一句说完了这一路的经历之后，给撒旦召唤出来了啊！旅队一行人呢，立刻逃回了巴塞罗那。当然了，也不是没有好事儿，比如啊，这个穆斯林东南互保这牢不可破联盟，还很快就露出了破绽，分割继承导致碎了一地，哎，是时候逐个击破了。连选4场，吃，哎，爽到了。好了，继续第2轮，再选3场，19个月又吃完了哈，也越吃越快了。第3轮继续，再打3场。哦，对了，这么多场啊，能打得这么顺利，宗族外戚吉列姆功不可没啊！两朝众将也应该重赏，罗塞略这块地就分给你了。转眼2年后，第3轮征服也结束了，但是呢，没有迎来完全的和平。我们新交的朋友啊，图卢兹公爵现在正面临2场内战，但是毕竟是新交的朋友嘛，啊，先挂名参战吧，因为内部啊还有些事儿没处理完。比如西班牙帝国的法拉利首都托莱多啊，分给了神权城，现在该收回来了。可以看到非常愿意啊，这个100%的接受度，就是有一些暴政值，哎，不知道哪来的。好了，转移一下内部的矛盾啊，出兵图卢兹驰援盟友。在巴塞罗那的强大军队驰援下呢，很快内战就平息了啊。王国都沉浸在了和平的喜悦中啊，没有人记得托莱多的神权主教了。迁移领地首都，到达托莱多，入主中原，权衡四方。至于之前巴塞罗那的旧都，也该纷纷赏赐一下了。宗族内呢，有一支家族名叫做乌赫尔，家主的管理能力啊非常的优秀，
并且还是常任主管。要不是有他，战时的经济怕要崩盘，这块列伊达啊就分给你了。还有贝塞鲁家族，这一阵啊眼看就要没落了啊，分块地吧，希望以后能有建树。还有阿玛尼亚克家族啊，一样分块地养老吧。至于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吉列姆啊，那还说啥呀？整个巴塞罗那公国都给你了。作为抵抗法兰西的军事边镇，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啊，一定能够作为我们最坚实的一面城墙。到这里，赏赐环节就结束了啊，休养生息，中作检验地。直到有一天，我的外甥推门而入啊，要求我索取他的宣称。你能有什么宣称啊？法兰西王国，对，你是我的继兄和他的妻子法兰西公主的孩子。哎呀，好贤侄儿，你快坐啊！舅舅这就帮你夺回本来属于你的法兰西王国。首先呢，我的女儿啊，眼看着一天天啊长大该订婚了。隔壁卡斯蒂亚国王的小儿子啊，也一样到日子了，俩小孩才差2岁，这太合适了，订婚吧。法兰西国王听说啊，估计要迷惑了，本来打算保证卡斯蒂亚独立来钳制我，没想到我主动和卡斯蒂亚结盟了。不过呢，他应该是没这个机会迷惑了，因为我要为了我的外甥夺回本来属于他的王位。宣战后，法王立刻亲率铁骑进入了巴塞罗那，凭借人数优势对我军发动了攻击。但是你别忘了，这里可是山地，法兰西的重骑兵有极大的劣势，而且这里呢可是百胜将军吉列姆的土地啊。伏击于此的长枪队突然从山里长了出来，伟大不掉的法兰西军队只能硬着头皮与我军交战。至于结果，当然是我们大获全胜了，战损比1:2，歼敌600，虎踞奥罗特。接着乘胜追击啊，在敌人到来前一天，光速攻下了卡尔卡松。接着虎踞山区啊，又一次于山地防守，战胜了法兰西军队。就这样不断的战胜，然后攻城，战胜，然后攻城，我们顺利的攻占了法兰西南部大片土地。最终于公元1100年啊，成功战胜了法王的军队。现在法国由我的外甥拉蒙接任。至于上位之后，理所应当的立刻爆发了再宣称战争和解体战争。我作为舅舅呢，那是一定要参战的，但是不一定会帮忙，因为这样的内乱就是我想要看到的。卡斯蒂利亚国王失去了宗主的保护之后内部立刻陷入了严重的内乱战争，所以南边的伊什比利耶自然是管不过来了。这就是我的长远考虑，组建重骑兵，进一步强化军队，然后宣战收复南地。仅仅用了23个月，除了西南角的盖尔布之外，全部收复。至于卡斯蒂利亚依然呈现内乱的泥潭。法兰西这边于哥成功复辟，但是经历了这么一轮短暂的改朝换代之后，短时间内是没有能力再直染伊比利亚半岛了。停战协议到期之后呢，我们用了52天闪击了盖尔福现在半岛上最后一家穆斯林势力也消除了。然后主教就开始整活了。主教说我和我的妻子这个金查月是近亲相间结婚那我肯定不同意我们这么恩爱，孩子也健全，怎么会是近亲呢？刚送走主教听闻孩子出生的消息海格力斯，我没有海格力斯我老婆也没有海格力斯那可能确实是近亲结婚，基因突变了。不管是真是假反正结果是好的。孩子你就叫犹大好了因为我觉得我跟你妈不可能是近亲结婚，你呢一定是背叛的产物。但是因为你的属性好我接受你的背叛。今年呢我也50岁了，眼看着也生不出孩子了。你作为我唯一的继承人，只要你不背叛家族，这偌大王国就都是你的。而且这个王国还会很独特，生活方式点出先知，降低宗教改革花费，构思一下教改内容吧就不一一解读了主要是这个宗教态度选择基要主义，接着强制要求女儿和卡斯蒂利亚国王的儿子离婚，断绝同盟关系。世界会看到神宠爱我们。宗教改革绊倒基督教，一键发动信件，要求所有人信仰新教。至于不愿意改的逐一发送重甲骑兵。几年之后，境内再也没有信天主教的异端了。但是论半岛境内的话，卡斯蒂利亚你好大一个呀，对吧？
一战能全都吞掉也确实残忍，那没办法了，这个诱惑太大了。攻下卡斯蒂亚首府之后呢，活捉了国王加利亚二世，整个大西北全部收入囊中啊。稳了稳局势，成立了西班牙帝国，很快终于能实现父亲的遗愿了，采用集权行政制，法律现在统治着这片土地。半岛基督教的教皇见状立刻趁热打铁，发动了一次大神战，拔剑直指洛塔尼基亚王国神罗的腹地，这未免有些过于自信了。我觉得不如攻打格鲁吉亚王国，顺便实现一下成就目标。然而这个理想呢非常丰满，现实呢极为的骨感。经历了这个几次尝试老牌行政制帝国邪恶罗马帝国强得可怕，想要圣战打赢它，那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只能悻悻作罢了。我们还需要很多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后，省份军队逐渐成型，全部由皮甲骑兵构成。我倒要看看半岛铁骑和东罗铁骑这两阵隔海相望的帝国谁更能打。另外改制一下神权全部改为行省，分而治之，集以全帝国之力，一定能够战胜东罗马。转眼间公元1137年，是时候决一死战吧，邪恶罗马帝国。威尼斯总督、阿尔巴国王、伦巴第公爵、爱尔兰国王，助我4臂之力，加上我2000的披甲重骑兵和2000的伊比利亚骑手，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东罗马。宣战后，东罗军队一定去固守我们宣称的高加索地区了，而我偏偏不去，我直接去攻打君士坦丁堡，逼迫他们回防，然后在君堡外的平原一战定胜负。结果呢，果然如我所愿，东罗的军队见状，立刻从高加索顺着海路赶了回来，直接一手以静制动，以逸待劳，8000军队应接18000，打到一半，友军也到了绝望吧东罗马。这一战以 1.5 的战存比歼灭了东罗5600军队。接着于39年，联军甚至攻下了君士坦丁堡狠狠地羞辱东罗马。3年后，我们终于在高加索立足了，距离成就实现还差2次战争。那对吧，闲着也是闲着这一块法兰西的飞地收拾一下吧闪击法国。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又一次攻下了卡尔卡松、贝基耶等地。至于法王的军队那更是不堪一击2场全歼，杀光了法王和骑士团的1万多人。这次闪击历时一共15个月，现在的西班牙是完整的西班牙了。好了，24征服邪恶罗马，这次的目标是格鲁吉亚王国圣战。被首次征服重创过的罗马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了，仅用了3年时间吃下了整个格鲁吉亚。第3次征服，这也是最后一次了。这次打赢之后，目标成就就达成了，还是3年时间打完了，很快成就就弹出了哪个伊比利亚成就解锁，这个居然算是中等难度成就要打的话还是得前期打，后期的这个行政制帝国真的是强度离谱，东罗马只会越来越强。最后再整个活吧，半岛基督教的教皇发动十字军，目标呢是天主教皇的罗马涅王国天主教参战10万人，半岛基督教这边3上5才3万真的是过于自信了。集结军队，像堂吉诃德一样向罗马发动冲锋吧。好，结束了。等下我得去研究研究是哪个魔术导致宗教领袖都不穿衣服了，看着还以为俩人摔跤呢，我们摔输了一样。总之呢，这就是这期视频了。喜欢的话请3加关注，这里是徐人梦，下期见。